嗨，安娜，你最近吃过任何健康的水果吗？嗨，约翰，其实是的，我最近真的很喜欢苹果。他们说每天一颗苹果会让医生望而却步。哈哈，确实如此。我自己一直在尝试多吃香蕉，它们富含钾，你知道的。我也喜欢香蕉，它们是一种简单又方便的零食。但是你有没有试过在饮食中添加浆果？我喜欢浆果，它们很好吃而且对你有好处。蓝莓、草莓、覆盆子，随便你怎么说。是的，它们非常适合增加水果摄入量的多样性。另外，它们的卡路里含量低，抗氧化剂含量高。没错，我认为在饮食中充分混合水果很重要，这样你就能获得一系列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为了防止对食物选择感到无聊，切换一下总是一个好主意。我同意。我想我现在就去买个苹果和一些浆果。谢谢你的提醒，安娜。没问题，约翰。享受你的水果零食。嘿，安娜，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坐公共汽车去学校的时候吗？我当然愿意，约翰。这始终是一次冒险。是的，就像那个时候公共汽车抛锚了，我们不得不等另一辆大约1个小时。对了，或者那个时候我们错过了公共汽车，为了避免迟到而不得不跑去上学。哈哈，我记得了。上课的时候我们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你知道吗？坐公共汽车其实很有趣。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是的，我们也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脑海里唱了《The Wheels on the Bus》。哈哈，我记得了。公共汽车上的每个人都加入了，就像一场小型音乐会。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所有人群观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了，比如那个家伙把他的宠物鬣蜥带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对。然后有一位女士把她的整个花园都带上了公共汽车。哈哈，我忘记了。美好时光，约翰，美好时光。当然，你知道吗？也许为了过去的缘故，我们应该再坐公共汽车。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但我们希望这次他不会崩溃。嘿，安娜，今晚晚餐吃什么？我正在考虑做点炸牛排。你喜欢吗？哦，对了，我喜欢一块好吃的牛排，但我希望你知道如何正确烹饪。我当然愿意。我是个很棒的厨师，约翰。好吧，好吧，我只是不想在晚餐时吃一双皮鞋。别担心，约翰。我知道让它变嫩多汁的所有技巧。好吧，很好。但是调味料呢？你不想吃得过头，然后破坏味道。我已经搞定了，约翰。我要用适量的盐、胡椒粉和其他香料来使其完美。好吧，我希望如此。因为如果你搞砸了，我就得改为点披萨。哦不，你不知道，
约翰。我会确保结果很好。好吧，好吧。但是，如果结果确实很棒，你可能会成为我有史以来最喜欢的厨师。哈哈，我会把它当做一个挑战，约翰。准备好品尝您品尝过的最好的油炸牛排。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要拿驾照？是的，我有，但我对此有点紧张。我听说驾驶考试非常艰难。别担心，安娜，没那么糟糕。只要记得检查后视镜并使用转向信号即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约翰。我不想不小心撞到路边什么的。哈哈，是的，我记得当我学开车的时候，我自己碰到了一些路障，但这都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想你说的对。但是平行停车呢？这就像有史以来最难的事情。啊，是的，可怕的平行停车。但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练习造就完美。我不知道，约翰。我可能需要练习大约10年才能做对了。嘿，别对自己这么苛刻。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想一想，获得执照后你将拥有的所有自由。确实如此。无需再等公交车或依赖他人乘车。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冒险了。这就是精神，安娜。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或道义支持，请告诉我。谢谢，约翰。我一定会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只希望我不会在测试期间撞车。嘿，安娜，你去过巴黎吗？不，我没有。但这绝对在我的遗愿清单上。你完全应该离开。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牛角包，都太神奇了。是的，我听说食物很棒。但是语言障碍呢？我的法语说的不太好。哈哈，别担心，安娜。只要多说 Bonjour 和 Merci，你就会没事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约翰。我不想不小心侮辱别人或在餐厅点错东西。好吧，好吧，我有解决办法。我们俩在出发之前都会学习一些基本的法语短语。这是个好主意，约翰。我们可以学会怎么说诸如洗手间在哪里。我想要一杯酒，拜托。哈哈，这些绝对是需要知道的重要短语。但是我们还必须练习口音，这样我们听起来就不像美国游客。对，我们不想成为那些去巴黎一直只说英语的人。没错，我们将向法国人展示我们既有文化又老练。或者我们最终会让自己感到尴尬，然后自欺欺人。嘿，只要我们玩得开心，谁在乎？让我们预定去巴黎的门票，开始练习法语吧。嘿，安娜，你最近有没有想过买一台新电脑？是的，我有。我的旧电脑太慢了，加载任何东西都要花很长时间。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电脑太旧了，它实际上是一只恐龙。哈哈，是的，我们肯定需要升级。但是你看到新电脑的价格了吗？它们太贵了。我知道，对吧？就好像我们要第二笔抵押贷款才能买到一台像样的电脑一样。也许我们应该坚持使用旧电脑，然后学会如何变得更有耐心。或者我们可以从中国买一个廉价的仿冒品牌。我对此一无所知，约翰。我不想让我的电脑在我脸上爆炸或者什么的。是的，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可以随时尝试从头开始构建自己的计算机。你是认真的吗？我们俩对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经验。嘿，会有多难？我们只看一些 YouTube 教程，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专家。我不知道，约翰。这听起来像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好吧，我们随时可以抢劫银行，然后用这笔钱买一台超级昂贵的电脑。哈哈，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约翰。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存几分钱，在我们负担得起的时候买一台新电脑。这可能是最好的计划。但与此同时，让我们尽量不要沮丧地把旧电脑扔出窗外。嘿，安娜，你昨晚看了足球比赛吗？不，我没有。我不是真正的足球迷。是吗？你怎么会不喜欢足球？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对不起，约翰。我只是觉得没那么有趣。好吧，你错过了。你昨晚应该看过这场比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真的吗？发生了什么？好吧，那是比赛的最后几秒钟，比分并列。然后，四分卫突然投出了 Hail Mary 的传球，然后，触的。哇，听起来很神奇。是的，太不可思议了。你应该去那里。也许我会再给足球一次机会，但我真的不了解所有的规则之类的东西。没关系，安娜。足球很容易理解，基本上只是一群人跑来跑去互相打击。哈哈，这听起来不太吸引人。相信我，安娜。一旦你开始看足球，你就会被迷住了，就像毒品一样。我不知道，约翰。我敢肯定，我可以在不沉迷于足球的情况下生活。随你便，安娜。但是请记住，当你在星期天下午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无聊的无聊时，你本可以和我们其他人一起看足球。哈哈，谢谢你的警告，约翰。但我想我会抓住机会的。嘿，安娜，你昨天去看医生了吗？是的，我做到了。说实话，这有点像一场灾难。哦不，发生了什么？好吧，首先，我不得不在等候室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当医生终于见到我时，他要我脱下裤子。
是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不是吗？我知道，对吧？我太不舒服了。然后，当我终于穿好衣服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把衬衫由内而外穿上了。哈哈，太好笑了。医生说什么了吗？是的，他刚才看着我说，好吧，我猜你有过这样的日子，对吧？至少他对此很有幽默感。至少他给了你什么好消息吗？不幸的是，不。他告诉我我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啊，我讨厌医生这么告诉我，就像他们认为我们都是懒惰的傻瓜。我知道，对吧？但我猜他是对的。我确实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吧，别担心，安娜。我们可以开始多吃沙拉，然后一起去散步。哈哈，谢谢，约翰。你总是知道如何让我振作起来。没问题，安娜。请记住，当生活给你由内而外的衬衫时，做柠檬水，或者类似的东西。嘿，安娜，我今天要和一个老朋友见面，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当然，这听起来很有趣。谁是你的朋友？他叫汤姆。高中时我们曾经一起打棒球。太酷了！能见到一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是的，我很期待。但是关于汤姆，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他有点像个角色。他有一种用电影名言说话的奇怪习惯。你什么意思？比如，他会在对话中随机脱口而出电影中的台词，可能有点令人不安。哈哈，太好笑了！我等不及要见他了。做好准备就行了。他可能随时开始引用 Scarface 或教父。来吧，约翰。我喜欢一句好电影名言。好吧，但不要说我没警告过你，可能会变得很荒谬。别担心，我能应付。我一定会带着我自己的电影名言过来的。哈哈，听起来这将是一个有趣的下午。嘿，安娜，你最近有没有遇到电脑问题？是的，其实，我想我可能有病毒之类的。他的表现真的很奇怪。哦不，那不好。你试过运行防病毒程序吗？是的，我这样做了，但它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也许你需要尝试不同的程序，或者你可以尝试重启电脑。我不知道，约翰。恐怕如果我重启，我的所有文件都会被删除。别担心，安娜，你的文件会好起来。但是，如果您想更加安全，可以随时将它们备份到闪存驱动器上。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我重启后病毒仍然存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召集大枪了。我认识一个计算机专家的人，他几乎可以修复任何东西。真的吗？那太神奇了。
你认为它能清除病毒吗？绝对可以。它就像一个电脑忍者，它很快就会让你的电脑像新的一样运行。哈哈，我喜欢那个声音。让我们给他打电话，把这种病毒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好吧，安娜，任务已经完成了，病毒不可能对付我们。嘿，安娜，你以前去过远足或露营吗？不，我没有。你为什么问？好吧，我本来想这个周末去山上旅行，我们可以去远足，在星空下露营。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是你认为我已经准备好进行这种冒险了吗？你当然是，安娜。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徒步旅行，在帐篷里过夜，会有多难？我不知道，约翰。我并不完全是户外爱好者。胡说八道，你会喜欢的。我们将看到各种美丽的风景和野生动物，然后我们会在篝火旁烤棉花糖。听起来确实很诱人。但是如果我们迷路了或者被熊之类的攻击怎么办？别担心，安娜。我以前做过很多次了，我知道所有最好的路径，而且我有熊口哨以防万一。熊哨？那有什么用？这是一声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的哨子。如果熊靠近我们，我们可以吹口哨把它吓跑。哈哈，这很有趣。但是，如果它不起作用怎么办？然后我们只需要使用忍者技能来抵御熊。忍者技能？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别担心，安娜，我会教你的。而且，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我们总能跑得非常快。哈哈，好吧。我想我进来了。我们开始做吧。这就是精神，安娜。精彩的户外活动在等着我们。嘿，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减少不健康的食物。你有兴趣加入我吗？是的，我对最近吃的所有垃圾食品感到非常内疚。我也是。我在想我们可以从多吃沙拉和烤鸡肉开始。啊，但是沙拉太无聊了，而且烤鸡肉又干又无味。哈哈，你只需要给它加点香料即可。我们可以在沙拉中加入一些新鲜的蔬菜和美味的调味料。对于鸡肉，我们可以先用一些美味的香料将其腌制，然后再烧烤。好吧，听起来好一点。但是零食呢？我总是在吃薯条和糖果的零食。这里也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切成薄片的苹果上加花生酱作为零食，而不是薯条。如果想吃点甜的东西，我们可以喝点黑巧克力。黑巧克力？那甚至不是真正的巧克力。不过，它比牛奶巧克力更健康，而且它仍然可以满足对巧克力的渴望。好吧，我想我进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滑到吃了不健康的东西怎么办？没关系，安娜。我们只是人类。第二天我们总能回到正轨。哈哈，好吧。我们开始做吧。我们会成为健康饮食的伙伴。
是的，我们会的。谁知道呢？我们甚至可能开始渴望吃沙拉和烤鸡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哈哈，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值得一试。嘿安娜，我本来想给我们在德国的朋友寄点邮件，你想一起写一封信吗？当然，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我们应该写些什么呢？好吧，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发生了什么。好吧，听起来不错。但是我的德语有点生锈。你觉得我能用德语写作吗？别担心，安娜，我会帮你的。我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我在那里住了1年。哇，我不知道。好吧，我们开始做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邮票怎么办？说得好。我想我们得去邮局去买一些。邮局？啊，听起来很麻烦。没那么糟糕。我们可以从中冒险。我们会穿上最好的间谍伪装，然后在邮局里偷偷摸摸，尽量不被抓住。哈哈，听起来确实很有趣。但是如果我们被抓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必须使用忍者技能来逃脱。又是忍者技能？我还以为我们应该是间谍。同样的区别。准备好快速跑步就行了。哈哈，好吧。让我们发送一些邮件成为国际间谍斜线忍者。听起来像一个计划。我们开始做吧。嘿安娜，你听说过下周城里的流行音乐会吗？对了，我看见了一张海报。你想走吗？绝对可以。我喜欢流行音乐。我也是，但我有点担心人群。他会被打包好的。别担心，安娜。我们只需要从战略角度考虑我们的定位即可。我们将使用忍者技能穿越人群并到达前线。又是忍者技能。你真的很喜欢那些，不是吗？嘿，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躲避飞鞋或流氓沙滩球。哈哈，我想是真的。但是我们的服装呢？我们需要在音乐会上显得时尚。同意。我在想我们可以穿配套的亮片连身裤。什么？没办法。我不想看起来像迪斯科球。来吧，安娜。会很有趣。我们将成为音乐会的话题。啊，很好。但前提是你戴着霓虹牛仔帽。成交。这场音乐会将是史诗般的。我能感觉到。哈哈，我也是。我们去当一晚的流行歌星吧。嘿安娜，你去过市中心刚开放的新博物馆吗？不，我没有。有什么好处吗？是的，我听说太神奇了。我们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我有个坦白要坦白。这是什么？
我对艺术一无所知。没关系，你不必是艺术专家就能欣赏它。但是，如果有人问我关于一幅画的事，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将使用忍者技能逃脱。哈哈，非常有趣。但说真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会自己编造解释。我们可以说，色彩的运用真的能说明我的意思，或者笔触太动态了。没关系。我试一试。另外，我们可以用它做一款游戏。我们将尽力想出最荒谬的解释。哈哈，听起来很有趣。我们开始做吧。如果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们可以用雕像拍一些愚蠢的照片。现在那是我绝对能做的。嘿，安娜，你见过我们的新邻居了吗？不，我没有。他很酷吗？是的，他真的很不错。我们应该邀请他过来喝一杯什么的。这是个好主意。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这真的很奇怪。怎么奇怪？比如，他的名字是两种不同动物的组合。什么？你是认真的吗？是的，我觉得就像 Lion Tiger 之类的。哈哈，太好笑了。我现在等不及要见他了。请注意不要不小心用他的昵称称呼他。他的昵称是什么？ Liger。他讨厌他。天啊，现在我真的很想这样称呼他。别这么做，安娜。我们需要给人留下好印象。很好，很好。但我肯定会一直这么想。而且我们可能应该避免谈论任何与动物相关的话题。同意。我们不想冒犯那个人。好吧，现在我们有计划了，让我们去交个新朋友吧。听起来不错。希望他不是一直完全的灰沙。安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是的，有时候很难不沉迷于滚动浏览无尽的提要。我知道，对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上瘾了。这里也一样。我希望我能删除我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然后处理完毕。但是，那我们如何与所有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呢？我想我们可以走老派，然后给别人打电话或发短信。多么疯狂的概念！但说真的，社交媒体正在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什么？好吧，首先，人们总是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难过。是的，我以前肯定有过这种感觉。然后是所有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四处传播。甚至不要让我开始谈这个问题。就像人们会相信他们在互联网上读到的任何东西一样。我知道，我们需要开始自己思考，而不仅仅是盲目接受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切。
同意。也许我们应该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人们更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或者我们可以发布有趣的猫咪视频，然后称之为一天。哈哈，那也行。安娜，你喜欢猫还是狗？绝对是猫。它们既可爱又独立。是吗？狗好多了，它们很忠诚，总是很高兴见到你。但是照顾猫要容易得多。你不必散步或捡起它们的便便。确实如此，但是狗更具社交性，它们喜欢和人在一起。猫也可以社交，它们只需要有心情即可。我不知道，我只是不信任猫。它们似乎总是在做某事。你什么意思？比如，它们会坐在那里，用那双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盯着你。哈哈，那只是因为它们在密谋统治世界。没错，你永远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但是狗太可预测了。无论如何，它们都会舔你的脸，然后摇尾巴。这不是真的。狗有各种各样的个性，有些是懒惰，有些是超级的，有些是保护性的。好吧，很好。也许狗没事，但是你仍然必须承认猫更可爱。我不知道，我那个时代见过一些很丑的猫。你把它拿回来。所有的猫都以自己的方式美丽。好吧，好吧。我想我们只需要同意就可以不同意。同意。但如果我们一起养一只宠物，那将是一只猫。没有机会。我们要养一只狗，这已经是最后一场了。不，黑安娜，不是最你最近。近去过动物园吗？你为什么问？前几天我去了，太好笑了。真的吗？发生了什么？我在看猴子，其中一只开始挖鼻子吃掉它。太恶心了。我知道，对吧？但这也有点有趣。如果我要去动物园的话，我想我不想去动物园。来吧，这并不全是恶作剧的东西，还有一些可爱的动物，比如小象。啊，听起来确实很可爱。而且狮子也很酷，它们像拥有这个地方一样咆哮和节奏。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想离它们太近。是的，它们在大围栏后面，所以我们很安全。但最棒的部分是企鹅。企鹅，我爱企鹅。它们太滑稽了，它们四处走动，在肚子上滑动。我本可以看它们几个小时。这听起来像是去动物园的好理由。当然，谁知道，也许我们会看到另一只猴子在挖鼻子。哈哈，希望不是。黑安娜，你喜欢方便面吗？是的，它们没事。它们制作起来既快速又简单。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们有点恶心。它们就像一夜情的食物板。是吗？你是如何进行比较的？好吧，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你只是快速食用它们然后后悔。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它们并没有那么糟糕。它们非常适合大学生和预算有限的人。是的，但是你看过食材清单了吗？这就像一个化学实验。我知道，但有时候你只需要一些快速而简单的东西。我猜是这样，但我宁愿吃三明治之类的。这很公平。但是你必须承认，方便面有点让人上瘾。是的，我能看见。它们就像面条界的垃圾食品。没错。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切都要适度。我不知道这是否适用于方便面，但当然，我们会同意的。哈哈，来吧 John，别当面条势利小人。好吧，好吧。我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没有承诺。嘿安娜，是的，有你听过时候，广播吗？我喜欢在上班的路上听音乐。我不知道，我觉得电台主持人总是很努力的开玩笑。是的，其中一些可能有点老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总是有哪些烦人的音效？你的意思是像喇叭的声音或者狗叫的声音？是的，没错。就像他们认为这会让他们的笑话更有趣或者什么的。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时候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听，真是太好了。我猜是这样。但是你听过那些早间脱口秀节目吗？是的，他们可能很有趣。我不知道，他们似乎总是在谈论最随机的事情。这就是重点。应该很有趣。我知道，但就像他们太努力了，想变得古怪和滑稽一样。哈哈，你真是个电台势利小人。放松一下，享受娱乐吧。好吧，很好。但是如果我再听到一个音效，我就是在改变频道。嘿安娜，你最近读过什么好书吗？实际上，我刚开始读这本大家都热衷的新小说。哦，对吗？这是关于什么的？这是一群穿越时空的猫，它们试图从邪恶的松鼠军队手中拯救世界。是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相信我，真的很不错。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像一个5岁的孩子会想到的东西。嘿，在你尝试之前不要敲门。它有幽默、动作和令人心动的时刻。好吧，好吧。但你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相当不合时宜的前提。我知道，但这就是它如此有趣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这是真的。但是猫是如何穿越时空的呢？它们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吗？不，它们使用的是用纸箱制成的时光机器。你在开玩笑，对吧？不，我是认真的。书中都解释了这一切。
好吧，我会相信你的话，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迎接穿越时空的猫。适合你自己。但是当它成为畅销书时，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嘿安娜，这个周末你要干什么？我打算带侄女去游乐场。她喜欢在秋千和滑梯上玩耍。这听起来很有趣。我能和你们一起去吗？当然，越多越好。但请注意，你必须保持她的精力。我想我能应付。我小时候非常擅长在操场上玩耍。真的吗？你最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在猴子栏上攀岩。我就像一只小蜘蛛。这令人印象深刻。我总是很害怕不能爬得太高。别担心，我会教你一些技巧。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挑战我的侄女玩双打游戏。哈，我想我们无法与她匹敌。她就像闪电侠。好吧，我们至少可以试试。谁知道，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游乐场游戏的隐藏天赋。或者也许我们最终会感到酸痛和疲倦。但无论哪种方式，这都是一项不错的锻炼方式。也是让自己再次感觉像孩子的好方法。我们开始做吧。嘿安娜，你最近购物了吗？不是真的，你为什么问？好吧，我需要买一些新衣服。我本来想在这个周末去购物。想加入我吗？我不确定。购物可能会有点压力，你知道吗？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有趣。我们可以试穿一些愚蠢的衣服，拍有趣的照片。不，我不确定我是否准备好在公共场合让自己感到尴尬。来吧，这就像一场时装秀。我们将挺身走下走到摆个姿势。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建模。好吧，也许我们可以坚持逛街，对那些荒谬的服装发表讽刺的评论。现在我能应付了。我们去嘲笑一些人体模特吧。是的。而且，如果我们饿了，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吃点零食。购买食物总是更好的。好吧，你说服了我。我们开始做吧。但是，如果我们最终得到一大堆冲动购买，请不要怪我。交易。我会尽量控制我的信用卡。嘿安不，我娜，没有。你听说动物园里太的新令人兴熊猫宝奋了。宝了吗？是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些照片，太可爱又毛茸茸了。啊，我喜欢熊猫。它们太可爱了。我知道，对吧？我希望我们能把它当做宠物。约翰，熊猫不完全是驯养的动物。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想象一下，有一只毛茸茸的大熊猫和我们一起躺在沙发上。我认为这可能有点难以应付。它们不完全是圈养狗。是的，我想你说的对。但是我们可以带它去公园散步，看着它爬树。我不认为熊猫真的喜欢散步或树木。它们是久坐不动的动物。哦，对了，
我想我们只需要安顿下来动物园拜访他们即可。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带一些竹子零食看他们吃东西。也许我们甚至可以和小熊猫合影。是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我们可爱的新头像。完美。当我们可以成为熊猫狗仔队时，谁需要宠物熊猫？嘿，安娜，你听说过全球变暖吗？我当然有，约翰。这是我们星球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的，我知道。但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真的吗？你的绝妙计划是什么，约翰？我们只需要说服所有人停止呼吸即可。约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呼吸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想一想，安娜，如果我们都休息一下呼吸，我们真的可以减少碳足迹。我不认为它是这样运作的，约翰。此外，如果没有呼吸，我们怎么能生存下来？我猜你说的对。也许我们可以改用汽车了。现在这是一个更实用的解决方案，约翰。我们可以尝试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我们可以骑在巨型海龟的背上，就像那部电影里一样。约翰，我不认为那是一部纪录片。让我们坚持使用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好吧，好吧。是骑自行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穿那些很酷的霓虹氨纶服装嘛。我想我们会把那个交给别人的，约翰。让我们专注于拯救地球。嘿，安娜，你对我们的旅行感到兴奋吗？是的，我等不及要去海滩了。但我对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有点紧张。别担心，安娜。这很简单。你只需要去值机柜台向他们出示你的护照和登机牌即可。如果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怎么办？我不想排队。告诉他们真相就行了，安娜。他们不会问太多问题。好吧，但是如果他们要我脱鞋或者脱下外套怎么办？那只是安全过程的一部分，安娜。这是为了确保每个人的安全。我明白，但是如果我忘记从包里拿出东西，然后它被扫描仪标记出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会搜查你的包，安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如此。但是如果我不小心打包了我不应该带的东西怎么办？比如什么？我不知道，比如一大瓶洗发水或者一把大刀之类的。安娜，你为什么要带一大瓶洗发水或一把大刀去海滩度假？我不知道，约翰。我只是想说，如果呢？好吧，好吧。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放松一下。我们将一起完成登机手续。而且我保证我不会让你打包任何大瓶的洗发水或大刀。你有什么心情，安娜？我饿死了。我不知道，约翰。我今天感觉犹豫不决。也许我们应该去一家餐馆看看什么看起来不错。
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让我们确保我们最终不会订购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是的，我讨厌发生这种情况。把它送回厨房，我总是很不舒服。我也是。嘿，也许我们应该点菜单上的所有东西，然后决定想要什么。约翰，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我们负担不起订购所有东西的费用。好吧，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向服务员求个建议。好吧，但是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推荐怎么办？然后我们可以订购别的东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我们最终得到一道非常奇怪的菜呢？好吧，那至少我们稍后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讲。我不知道，约翰。我不想冒任何风险。也许我们应该坚持吃比萨这样的安全食物。披萨？安娜，我们在一家高档餐厅里，他们可能甚至不在这里供应披萨。哦，对。好吧，意大利面呢？再说一遍，安娜，这不是橄榄园。我们需要在食物选择上更具冒险精神。好吧，很好。我们各挑一道菜，然后分享怎么样？现在我们在说话，安娜。这是个好主意。而且，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不喜欢我们点的东西，我们可以随时偷走对方的菜。嘿，安娜，你以前吃过非常好吃的草莓吗？是的，当然。它们既甜又好吃。但是你有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草莓？它让你想给他写一封情书。是的，你应该。但请注意，他们做的一些菜简直太荒谬了。太荒谬了。你什么意思？好吧，上周他们只用蔬菜做甜点。一个人做了一个味道像鞋子的胡萝卜蛋糕。哦不，这听起来很糟糕。在那之前的一周，他们必须用随机生成器选择的食材做饭。一个人吃了花生酱、花椰菜和酱油。那是一场灾难。好吧，现在我得去看这个节目。听起来像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没错。
就像看火车失事一样，你无法移开视线。嘿，安娜，你听说过下周即将到来的运动日吗？不，我没有。什么运动日？在这一天，所有工作部门都在各种体育赛事中相互竞争。这听起来很有趣。有哪些事件？有接力赛、拔河比赛，甚至还有3组比赛。一场3组比赛。这听起来很滑稽。是的，它一直是观众的最爱。去年，2个人纠结了，最后在泥里肿了面部植物。哦不，太滑稽了。我得确保带上我的相机。哦，而且你不会想错过抛气球的机会。就像玩热土豆一样，但要用水气球。这听起来像是灾难的根源。没错。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除非有人湿透了，否则这不是真正的运动日。好吧，我现在肯定很期待。听起来像是爆炸。嘿，安娜，我能借一下打印机吗？我需要打印一份文件。当然，但你最好快点。我刚才看见会计部的蒂姆去那边。哦不，不是蒂姆。他总是花很长时间才能打印出电子表格。是啊，他差不多在那边搭了营地。你最好快点行动。别担心，我穿上了跑鞋。祝你好运，约翰。愿印刷之神与你同在。哈，我成功了。而且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干得漂亮 ，Speedy Gonzales。我认为你创下了打印机速度最快的新纪录。在打印方面，我不会乱七八糟。这是一项严肃的生意。是的，我们可能应该开始为下一届办公室奥运会赛事打印机接力赛进行训练。这是个好主意。我们甚至可以制作一个打印机形状的奖杯。你知道吗？我们不要给人力资源部任何想法。他们可能真的会去做的。安娜，你准备好参加春季大扫除了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任务。来吧，想想最终的结果。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我知道，我知道，但工作量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用它做一款游戏。一场游戏。是的。我们将分开任务，看看谁能先完成。失败者得洗个新奇的碗。你上线了，先生。但别以为你能打败我。哦，我要带我的 A 游戏来。我整周都在练习除尘技巧。好吧，好吧。在你开始继续胡言乱语之前，让我们开始吧。完成了。没那么快，兄弟。我5分钟前完成了。该死的。这次你赢了。我告诉过你不要低估我。好吧，好吧。你赢得很公平。现在，让我们用一个漂亮、干净的家庆祝吧。
听起来像一个计划。安娜，我的父母这个周末要来看我们。太棒了！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你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出去玩，然后追上。他们想看看自从我们搬到这个新地方以来，我们过得怎么样。听起来很有趣。你想对他们做什么特别的吗？好吧，我爸喜欢玩棋盘游戏，所以我想向他介绍卡坦定居者。这是个好主意。我也喜欢那个游戏。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水银下一些赌注来让事情变得有趣。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开始在他面前赌博，我妈妈可能会不太高兴。好吧，也许我们可以为吹牛的权利而玩。但是我们一定要对你爸放轻一点。我们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输给了新女子。好观点。但我觉得他会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惊讶，然后名列前茅。我们拭目以待。无论哪种方式，和你的父母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安娜，我们在公园的池塘旁休息一下怎么样？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约翰。你想带些面包屑来喂鸭子吗？是的，也许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带点零食。好主意。我去带点水果，你可以带点薯条。完美。我们可以坐下来享受宁静的水声。我等不及要看池塘里的鱼和海龟了。太放松了。注意不要入睡，醒来时腿上有鸭子。哈哈，我一定要睁大眼睛。但是，如果我们的腿上确实有鸭子，至少我们会有一些好故事要讲。安娜，你去过海滩度假吗？是的，我有。你为什么问？我本来想去海边度假，但我担心会被晒伤。好吧，你可以随时涂防晒霜，约翰。是的，但是如果我忘记重新涂抹它，最后看起来像龙虾怎么办？哈哈，我现在能看见了。我们必须拍很多照片。没办法，我不想成为海滩的笑柄。别担心，约翰。我们会确保带上充足的芦荟凝胶来缓解晒伤。那沙子呢？它无处不在，无法清除。确实如此，但我们可以随时拥抱沙滩，假装自己是美人鱼。美人鱼？我想我没有这个数字。好吧，你可以随时把自己埋在沙子里，然后变成一座沙堡。哈哈，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让我们去海边玩得开心。只吃点吐司和果酱。你早餐吃什么？那你呢？我正在考虑做煎饼，但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足够的鸡蛋。好吧，你可以试着不用鸡蛋做它们，也许用香蕉作为替代品。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让我的煎饼尝起来像香蕉。也许你可以加点巧克力片来平衡一下。这是个好主意。
是巧克力片香蕉煎饼。我很高兴我能帮你制定早餐计划。我也是。有第二种意见总是更好的，尤其是在食物方面。安娜，你去过巴黎吗？我听说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很多很棒的景点。是的，我去过那里一次。埃菲尔铁塔绝对是必看景点，但也有许多其他很棒的地方可供参观。这听起来很神奇。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所有著名的标并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别忘了美味的食物。法国牛角包是最好的。而且我们不能不尝试一些瓜牛就离开，对吧？埃斯卡哥，你的意思是瓜牛？我对此一无所知，安娜。来吧，约翰，这是法国的美味佳肴，就把它们当作沾糊糊的小炸薯条吧。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说服我，安娜。好吧，如果你不喜欢埃斯卡哥，我们可以随时坚持使用更传统的法国菜。法式掌棍面包、奶酪和葡萄酒。现在你在说我的语言。安娜，你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吗？让我猜猜。披萨。不，这是巧克力。我应该知道的。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巧克力？它很好吃，可以增强情绪，是完美的安慰食物。有什么不该爱的？好吧，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因为它不完全是目前最健康的食物。来吧，安娜。人生苦短，不用担心这种事情。另外，我听说黑巧克力实际上对你有好处。确实如此，但你不能一口气吃掉一整块黑巧克力，然后称之为健康。是的，我想你有道理。但是你必须承认，巧克力还是很棒的。我对此无能为力。你最喜欢哪种巧克力？绝对是牛奶巧克力。它太滑了，太美味了。我自己更像一个黑巧克力爱好者。我喜欢它的苦味和丰富性。好吧，那就给我再来点牛奶巧克力。嘿，没办法。我们在分享。安娜，我最近睡不着觉。你有什么关于如何早点睡觉的小贴士吗？好吧，你可以尝试的一件事就是数绵羊。数绵羊？这真的有效吗？当然是这样。你只要闭上眼睛，想象一片满是毛茸茸的白色绵羊的田野。然后，当它们跳过栅栏时，你一个接一个的数着它们。哈哈，这是一张有趣的图片。我得试一试。你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确保在睡前至少1小时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干扰你身体的自然睡眠周期。明白了，我再也不用在 Netflix 深夜狂欢了。最后，尝试建立规律的就寝习惯。做一些诸如洗个热水澡或睡觉前读书之类的事情，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发出信号，表明该睡觉了。谢谢你的建议，安娜。
我会告诉你怎么回事。没问题，约翰。甜蜜的梦。嘿，安娜，你看过我们新职位空缺的简历了吗？是的，我有。其中一些看起来不错，但我不确定如何选择合适的候选人。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就像是屠在大海捞针一样。也许我们应该闭上眼睛随机挑一个。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相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认为自己在申请马戏团工作的人。你说的对，我们不想要一个一直在兼顾任务然后丢弃任务的人。没错，我们需要一个可靠、负责任的人，最好有一些该领域经验的人。是的，还有一个不会在午休时间小睡的人。对，我们需要一个清醒的、警觉的、能开足马力的人。也许我们应该让他们在面试时表演一支小舞，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协调程度。我不确定这是否必要，安娜。但是我们绝对可以问他们一些棘手的问题，看看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我们只希望我们能找到适合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是的，否则我们可能得从马戏团招人。安娜，你试过弹钢琴吗？不，我没有。你为什么问？我只是觉得一起学习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爱好。我不确定。我不是很喜欢音乐。哦，来吧，不可能这么难。你只需用手指按下按键即可。你说起来很容易。你的手指比我多。我不是那个意思。此外，你可以随时用脚趾玩耍。现在那将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象。看，我们已经对这个想法很开心了。我们来试一试吧。好吧，我试一试。但如果我一辈子都玩着筷子，那是你的错。安娜，你能帮我把一些照片从我的旧手机转移到我的新手机上吗？当然，约翰。我们在这里谈论多少张照片？哦，只有几百个。几百。这将花费很长时间。我知道，但我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使用蓝牙来传输它们。你把它开了吗？是的，它开启了。太棒了！现在，让我们配对手机。你能告诉我你手机的名字吗？当然，这是 John 的超棒手机。约翰，你真的给你的手机起这个名字吗？是吗？太棒了。好吧，好吧。现在让我们配对我们的手机。我正在向你的手机发送请求。明白了。现在接受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转移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去喝杯咖啡怎么样？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我们走吧。
安娜，你在哪里见过我的钱包吗？不，你上次拿到它在哪里？我想我昨天去杂货店的时候买到了。我一定是把它丢在了某个地方。不，那不好。你检查口袋了吗？是的，我到处都检查了。我认为它丢失了。好吧，我们需要找到它。你里面有现金或信用卡吗？是的，我有一点现金和信用卡。但好消息是我还有手机。这让人松了一口气。我们可以试着给你的钱包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回答。我认为那行不通，安娜。好吧，我们追溯一下昨天的脚步，看看能不能找到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也许我们会走运，然后有人把它交给了商店。或者，也许是一个善良的陌生人捡起了它，正在寻找一种将它还给你的方法。是的，或者也许钱包正在经历自己的冒险经历，在城市里旅行，拍照然后在 Instagram 上发帖。那会很有趣。但说真的，我们去找吧。我会帮你搜索的。谢谢，安娜。我很感激。也许我们甚至会在路上找到一些隐藏的宝藏。嘿，安娜，你看见我的新车了吗？不，我没有。你买了什么样的车？我有一辆跑车，它是亮红色的，而且速度非常快。哇，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你试过了吗？是的，我有。开车非常有趣。我等不及要带它去公路旅行了。好吧，小心点。你不想开超速罚单或者更糟糕的是，出事故。别担心，我会负责任的开车。我想这个周末把它带到洗车场。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当然，我很乐意。但别指望我帮你洗一下。我不想弄脏我的手。哈哈，别担心，我来洗所有衣服。你可以坐在车里享受旅程。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我们去向朋友们炫耀你的新车吧。感谢收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观看我们频道的更多视频。